跟老公結婚10餘年，老公早就在外有了小家，他不讓我管，只讓我管好女兒，別讓她把臉丟外面。為了保護女兒，出門前我都會告訴老公我們在哪。沒想到在商場裡，老公給小三剛結完賬，女兒衝了出來，你捨不得給我媽買東西，卻捨得給狐狸精買，我都嫌你惡心。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好不容易盼來暑假，可以帶着女兒好好逛街購物，跟女兒約好在試衣間門口見之後，我們倆就分開自己選衣服了。你不是加班嗎？怎麼在這？這個女人是誰？另一邊的騷亂讓一圈一圈好奇的人都圍了起來。我有些無奈地搖了搖頭，沒想到在這遇到捉奸的了。看來這城市裡今天又要多了一對破碎的家庭。你管老子呢？養你這麼大，你還管起我來了？你整天跟我媽說沒錢，你錢都存着來養小三了嗎？我媽買個面膜你都嫌貴，你竟然給她一次消費了1萬多。你跟你媽吃我的喝我的，你管我在外面幹嘛呢？養你這麼大不是讓你給老子添堵的，滾遠點，別礙眼。吵架的聲音越聽耳熟，好奇地從人群縫隙中看去，一時間呆在原地。吵架的2人竟然是我老公和女兒。我生生從人群中擠過去，好不容易離女兒近了一點。老公身邊的女人看到人太多，想要拉他走，沒想到被女兒發現，直接上去扯住她的頭髮。老公沒想到2人會廝打起來，舉起手就朝女兒扇過去。我衝過去，一把將女兒護在身後。老公的巴掌扇到了我的後背上。你這個人渣，除了家暴我和我媽，屁事都幹不出來。我告訴你，別以為這個臭男人今天給你花錢毫不猶豫，你跟他在一起，下場只會比我們還慘。女兒見我替她當下一巴掌後，直接在現場炸鍋了。老公覺得丟了面子，衝過來還想繼續打女兒，我朝他直接扇了一巴掌。給你臉你還蹬鼻子上臉了是吧？老公捂着臉，震驚地看着我，他沒想到我會扇他。身邊的女人有些生氣，想朝我叫囂，還沒開口就被我的話打斷了。我們倆可還沒離婚呢，你現在花的每一分，我都有權利問你要回來。你最好別在這給我亂蹦躂，不然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老公身邊的女人死死拽着老公離開了，人群也散了開來。女兒不解地看着我，媽，怎麼能讓他們就這麼走了呢？不可以這樣的，以後咱們想抓住就難了。乖女兒，遇到無藥可救的人，就不要再跟他糾纏了。要想整他，有的是體面的辦法，咱們不用這樣再跟他廢話了。我拍拍女兒的肩膀，仔細看着她的臉上和裸露的皮膚處有沒有受傷。女兒眼睛刷一下就亮了。媽，你是要離婚嗎？你不會說因為我才不離婚的吧？傻孩子，婚姻是我跟你爸之間的事情，怎麼會因為你選擇強撐呢？強扭的瓜又不甜。不過我暫時先不離，你也別跟你爸說，我有自己的計劃。帶着女兒繼續逛街，看着手機上老公發來的一連串短信，我冷笑着，他出軌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回家整理着這段時間搜集來的老公的賬單，1年前我就知道老公出軌了，在他車裡摸出一條丁字褲，我捏起，當着老公的面，靠，王強也真能瞎搞，扔了，啥玩意都是。我平淡地看着他在我面前演戲，這是小三來告訴我他的存在的第3次。前2次我拿短信給老公看，他皺着眉，一臉的不耐煩。你能不能別瞎搞我？我每天在外面忙夠累的了，怎麼你是盼着我出軌，自己好繼承我的財產？這短信一看就是來詐騙的。
誰沒事還寫錯別字啊？崩潰寫成崩潰，但凡上過學都整不出來這事。我笑了，沒想到老公也知道自己找的小三沒啥智商。這些年，我已經在他身上不止一次地發現不屬於這個家的東西了。要說之前沒有為了孩子維護着這個家，那是不可能的。每次當老公面揪出他出軌的東西的時候，我都是淡淡的跟他說，別讓孩子發現。現在青春期的孩子都比較敏感，你要是敢當孩子面出軌，你就死定了。老公每次回復我都是一個態度，嗤之以鼻。他覺得我相信了他每次嫁禍給朋友的蹩腳借口，可他不知道，結婚10多年，我怎麼可能會這麼傻？要說我最傻的時候，就是懷孕了，相信他還會再給我婚禮和彩禮的鬼話。談戀愛1年多，我跟他商量結婚的事，在知道我家要彩禮10萬走個過場的時候，依舊跟吃了槍藥一樣。現在國家都不提倡高額彩禮了，你們家是要賣女兒嗎？又是房又是錢的，這是要活活把我逼死啊！戀愛腦上頭的我聽不進去父母的勸告，執意領彩禮嫁給老公。領證前1周，發現自己懷孕，高興地跟老公說了之後，他得意地跟我說：“你看，這錢省下，咱們放在養孩子身上多好，又不浪費，對吧？”領了證，我一個人帶着孩子，幾次開口問老公什麼時候能補辦一場婚禮。我還幻想着把孩子滿月酒跟婚禮一起辦了，雙喜臨門。沒想到老公冰冷的話語敲碎了我所有粉紅泡泡。你也不看看你現在啥樣，加大碼的婚紗你都穿不上吧？快別出去丟人現眼了。直到無意間聽到婆婆跟老公的聊天，我才知道他們家早就算計上我了。你看，媽說的對吧？只要她懷孕了，你結婚都不用掏1分錢，就是可惜了，只是個丫頭片子。你趕緊抓把勁追個兒子。還是媽你最聰明了，要不是你，我這好不容易存的錢全給了他家了，那我得虧死了。女人就是好騙，3言2句就這麼容易答應了。放心吧媽，我肯定會讓你抱上大胖孫子的。看着還在襁褓中的女兒，本想離婚，但又實在咽不下這口惡氣。年輕氣盛的我決定要留在這，趁機報復老公一家。本以為早早熬走了婆婆後，老公會踏實在家扶管教，沒想到他更加變本加厲，甚至還想忽悠讓我在家看孩子，不去上班。我怎麼會那麼好被忽悠？尤其還在我因為他的魯莽流產了之後，晚上老公回到家，看着我橫鼻子豎眼的在家轉悠一圈，發現孩子不在家後，指着我就罵：“我這些年對你不薄，不就是幫同事點小忙罷了，你至於讓女兒當那麼多人面罵人家嗎？還誣陷人家是小三，這要不是我攔着，人家直接報警起訴女兒造謠了都。你看看你教育的孩子，給你錢讓你給孩子報課外班，學了半天連基本的做人都不會嗎？”我平靜地等他說完。女兒這2天不在家，我是故意讓她去朋友家玩去了。這麼多年，每次抓到老公點啥錯處，她都會當天找個由頭把鍋甩回來，衝我亂發脾氣。之前就跟你強調過，你想玩就玩，別讓女兒發現。我提前都告你我們要去哪家商場玩了，你還要帶着過去。你被女兒撞見出軌了，現在又衝我發脾氣，說我教育不好。怎麼，她不是你女兒嗎？平常不管，需要的時候才想起應該管。老公頓時啞口無言，半晌才冷靜了下來。都這樣你不離婚，我不想再碰到這事了，太丟人了。不然以後我有新對象了，女兒又要鬧，不離。之前跟你提了你不同意，這回你說離就離。老公點了一根煙抽了起來，我知道他賊好面子，今天這事
他怕有人拍下發出去，要是影響到他工作，那他更是哭訴無門。我本想慢慢告訴女兒的，不想今天這樣激烈的場面，但是事已至此，我只能先選擇安撫住女兒。畢竟婚能離，而女兒永遠是我的女兒。看老公現在這樣發愁的樣子，我不是沒有幸災樂禍。要是他這事鬧得丟了工作，只能在家靠着我們母女倆，那我就變本加厲地將他之前怎麼對我的，全都報復在他身上。你要是想離婚，不是不行，那得拿出誠意來。這財產，你得按照我的意思分我才行。你是要逼我淨身出戶，那不會。但是你決定淨身出戶也要離婚，我肯定立馬同意。你想都別想。老公氣得蹭一下從沙發上站起來，在客廳來回走。我告訴你，你少動那歪心思，這家裡大部分都是我辛辛苦苦掙來的，哪有你什麼事？還想讓我淨身出戶？那不可能，我給你一點都算便宜你了，你還想要全部？有本事你就這麼跟我耗着，愛離不離。老公氣得不行，見我絲毫不急，掐了煙，拿起衣服就出門了。1個小時不到，我手機就來了新消息，小三給我發的短信，內容依舊是勸我離婚。姐，你都老了，趁現在還能多開心點時間。我這麼年輕，更何況都生了一個兒子，你拿什麼跟我比？看着小三威脅的短信，我笑了。我早就知道老公在外面有小家，還有個兒子了，但是那又怎麼樣呢？以我老公那尿性，哪怕是東窗事發暴露了，他也絕不會說承認自己出軌的事實。他可在外一直都想努力扮演着顧家好老公的形象。小三見我遲遲沒搭理他的消息，又怕刺激度不夠，第二天一早又給我發了一張老公睡着時候的照片。我心裡暗暗笑着他的蠢，把他發來的信息全都錄屏保存好了。我也沒想到我老公出軌的對象都是自己主動來把證據交到我手上的這一類。趁女兒不在家，正好跟姐妹們約起聚會，好巧不巧的在商场逛街遇到了小三。他扭着腰肢，生怕別人看到不到他腰柔軟一樣，堵在我眼前。姐姐也來逛街啊？都人老珠黃了，這些鮮豔的衣服已經不適合姐姐了。我覺得呢，只有黑色和灰色適合姐姐，看起來跟死了沒什麼兩樣，顯得人安靜。姐姐，你說的，我說的對嗎？我沒搭理小三，故意從衣架上選了幾件又貴、顏色又豔的衣服。小三依葫蘆畫瓢，直接跟導購說都包起來買了。姐妹們看着我不跟小三互對的慫樣，有些生氣，一直拽我胳膊，恨不得直接替我扇他一巴掌。我笑着搖了搖頭，你們等我一下，馬上他就笑不出來了。我在店外給銀行打了一個電話。你好，我老公的錢包丟了，能麻煩您能幫忙把他卡都掛失嗎？對了，他還有副卡，麻煩一併也都掛失了吧。在等到對方已經辦理成功的信息後，我掛了電話，回到店裡，帶着姐妹刺激小三趕緊結賬。這都10分鐘了，你怎麼還不結賬呢？小三急得不敢轉身看我姐妹，只催促着前台趕緊刷卡。小姐，你的卡都鎖了，我們真的什麼都刷不出來，要不您換自己的卡？小三待在原地，見我一直等着，不想在我面前丟人，轉而給我老公打過去電話。這個時間點，我老公正忙着開會呢，怎麼可能接他電話？我抱着胳膊，等着他一遍遍對我老公電話轟炸着。那邊從一開始的嘟嘟聲變成了已關機，姐妹們紛紛對他進行着刺激。小三受不住，只能自己刷卡買單，灰溜溜的走了。臨走都不忘跑我面前，最後嘚瑟一下，我自己買也能買得起，你行嗎？我朝他晃了晃手機，我能鎖卡。
小三指着我，氣得說不出話，直接跑了。姐妹們沒想到我還有這一手，指着小三那嘲笑。我本來是不想給他難堪的，要不是他一直在我跟前得寸進尺，給臉不要臉的，逼得我不得不小懲一下，好讓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晚上回到家，剛要睡覺，電話急促地打了進來。你好，請問你是張藝文的愛人嗎？麻煩您來醫院一趟吧。到了醫院，老公插着管，醫生把病危通知書遞到我手邊，我看也不看，簽了字。他還救得活嗎？得看今晚能不能熬過去了。醫生說完就去搶救了。老公身上渾身插滿了管子，身上血跡斑斑，要是救不了就算了，不用過度救治，把機會留給更需要的人吧。我平靜地說出後，醫生給我遞了新的單子，讓我簽字。簽完後，老公就被拔管了。我迅速火化下葬，一條龍服務。等小三醒過來後，老公早就在墓地裡埋着了。剛把老公的遺產整理好，小三帶着兒子找上門了。他抱着一個3歲的小男孩，搬着椅子坐在我家門口，母子倆披麻戴孝。聽說是老公死了，孩子還這麼小，真是可惜了。什麼呀？他們家老公出軌在外，還有個小家，孩子都這麼大了，現在鬧着分財產呢。那這裡倆孩子年齡差挺多呀。原配可真慘，這會還得幫忙養小的，人家可生的兒子。原配只有個女兒，誰家不在乎兒子啊？小三見人越圍越多，哭的聲音越來越大。姐姐，我不求你對我多好，可是孩子是無辜的呀，求求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給我們母子倆一條活路吧。我為了照顧好兒子，連工作都丟了，你要是再不給我們錢，我們都沒活路了。他不哭我都差點忘記了，現在租的那套房子還是我老公付的款，你口口聲聲說你是我老公在外面養的，你有證據嗎？你要是能證明孩子是我老公的，我可以按照法律規定分你一些錢，起碼能保證他餓不死。有學上，這可是你說的，大家可都要幫我作證啊。小三听我這話一出口，立刻就改了畫風，趕忙收拾好東西要回家搞親子鑑定。女兒有點擔心地看着我，媽，她不會真有親子鑑定吧？萬一……別怕，有沒有都不會有什麼影響的。安慰完女兒，我找到她租房子的地方，聯繫了房東，賠了1個月的房租，租房合同就這樣取消了。等小三忙完，就會發現是趕似的還得搬家了，而他手裡拿着的卡也早就停卡沒錢了。拿着私家偵探給的小三父母的地址，暗中打聽核對了一遍後，把證據都交給了律師。我就不怕小三找上門，他要是不囂張，我還能給他留一條活路。姐妹聽說了後，紛紛到我家來安慰我，想幫我好好跟小三出口惡氣。我安慰他們，讓他们安心，目前的局面還都在我的掌控之中。1周不到，小三哭着又上門鬧了。我把你當姐妹，你卻連住的地方都不肯給我們母子倆提供，沒你這麼缺德的。等小三發洩完，我才姍姍來遲打開門。你說兒子是我老公的，親子鑑定呢？你把他都火化了，我從哪找親子鑑定？聯繫你，讓你女兒去。你女兒把我一通罵，還鬧到我工作的地方，害我沒了工作。房子是張藝文給我租的，你把合同取消了，我們母子倆連住的地方都沒了。你怎麼這麼缺德呀？之前裝的多賢良善解人意呢，結果呢？周圍人聚着圍在我家周圍看着，他找上門，我知道是遲早的事，沒想到他竟然還敢騷擾我女兒。女兒連這事都沒跟我提過，自己先跑去出了一口惡氣。女兒以為我會罵她，小心翼翼地看着。你怕啥？你做得對呀。她工作丟了也是自己做的，沒事不經過我同意去騷擾你，你反擊沒問題的。
小三沒想到我會這樣偏袒女兒，震驚地看着我，沒見過你這麼當媽的，我也沒見過你這樣當媽的，當小三多高尚似的，還敢跑我家來叫囂，嘴裡口口聲聲說這孩子是我老公的野種，你連親子報告都拿不出來，鬼知道是你跟誰的野種。我把門一關，沒再搭理小三在門外的罵罵咧咧。我知道老公是不會提前做親子鑑定的，他寧肯戴綠帽都不會去做鑑定的，畢竟這要是做了，就會留下自己出軌的確鑿證據。他一個要面子的人，才不會讓這樣的證據留下，讓我有機可乘拿到手。他生怕我拿到親子鑑定後會鬧到他單位，讓他身敗名裂，顧家好老公的形象也都破滅了。小三在外面罵累了就走了，他除了罵人以外，現在能幹的事也沒幾件了。他給我發消息威脅我，我只回復他一條消息，他再沒有吭聲。你爸媽現在住的房子，你可別逼我動手。安靜了段時間，我身邊多了一個年輕的小弟弟，小弟弟對我噓寒問暖的，身邊多了一位異性，加上我老公剛走沒多久，流言蜚語自然多了許多。這家人玩得可真花，老公剛走，這又找了一個年輕的，人老公都婚內出軌了，誰知道女的呢？說不定早就是個玩個的了，就是不知道孩子咋辦，爹媽都這樣了，以後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嫁出去。女兒聽多了也有些搖擺不定，猶猶豫豫，才敢開口問我：媽，我不是要阻攔你找自己的快樂，只是現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有點不太合適。我拍了拍女兒的肩膀，眼神狡黠，從手機翻出一張照片，笑着給女兒看：你自己看看，有些事不能太早下定論。女兒仔仔細細地看了半天，震驚了，竟然是這樣！天哪，弟弟每天來找我，雷打不動，生怕一天不找我，我就會忘記他一樣。可是出門在外，我跟他一直都是 AA 制，從不肯讓他多花一分錢，也不會給他多花一分錢。我享受着他提供給我的情緒價值，他沒生氣，我說啥他幹啥，甚至我女兒碰到他都能隨意提要求。小弟弟對外說跟我是真愛，我笑而不語。什麼真愛不真愛的？他要是連基本的情緒價值都提供不了，那他就完了。他還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他出現的目的。小弟弟以為自己隱瞞得很好，將我們母女倆騙得團團轉，堅持了連1個月都沒有，就開始朝我伸手要錢，整天不是頭痛腦熱，就是吃飯需要錢，看病需要錢，甚至給我發他看上的內褲，說他想要，希望我買了送給他。我跟個鐵公雞一樣，一毛不拔。弟弟直接找上門，朝眾人痛訴我的罪行，談戀愛一分不出，這還是談戀愛嗎？女兒白了他一眼：你沒錢，你談什麼戀愛呀？自己都養活不了，靠談戀愛要錢，你是找對象還是給自己找媽呀？你也不看看你那樣，配當兒子嗎？看着女兒一點虧都沒吃的樣子，我還蠻開心的。最起碼不用擔心他將來談戀愛受騙了。小弟弟一時語塞，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灰溜溜地跑了。在那之後再沒出現。沒多久，姐妹拿着手機急匆匆地聚到了我家。網上的你看了嗎？小三把你掛網上，聲討你呢。我後知後覺的才打開手機，看着他發的一條條的控訴。我手緊緊攥着手機，我老公運氣不好，出了車禍，英年早逝。沒想到他前妻是個惡毒的，把房子和錢全都收走了，讓我現在無家可歸。老公為了滿足前妻的需求，都沒有錢買房了，只能給我們租房。就這他前妻還不滿足，還把租的房子取消了。我們母子倆可憐地漂泊在外。老公去世了，被前妻把控着財產，一分不給我。
我實在沒有辦法了，只能在網上求助，求他給我們孤兒寡母倆一條活路。女兒氣得不行，想跟他對線開罵，姐妹們也紛紛表示可以下場幫忙罵回來。後面小三發的我沒想再看，註冊了一個小號，提到了小三，把我和老公的結婚證和醫院親屬簽名的證件發在了網上。我們是有證的合法夫妻，竟然被扣上了前妻的帽子。誰幫我領的離婚證？我怎麼不知道？簡單幾句話之後，網上之前聲討我的局勢瞬間扭轉。小三估計也沒想到這種反撲會來得如此猛烈，網友強大的能力直接把他扒出來是個撈女慣犯，拔出蘿蔔帶出泥，甚至連他弟弟勾引我也被挖出來了。這一家人瞬間跟過街的老鼠一樣，人人喊打。我把證據收集齊，交給了律師，直接把小三起訴了。沒想到的是，他竟然也隨後將我起訴了。收到法院通知書的時候，我和女兒都有一些的震驚。小三沒錢，想借着輿論讓我把錢給他一些，結果自己被反噬。我起訴讓他還老公之前給他花的錢，而他起訴要讓自己兒子做親子鑑定。他想借着法律來給自己的兒子證明，好分一些財產。可惜的是，他真的似乎都忘記自己父母住的還是我老公買的了。我們倆明明可以心平氣和地溝通的，你為什麼非要這樣逼我？小三在法庭外拉着我，執意還想再跟我聊一下。你給我點錢，我們都撤訴吧。那你還是回家睡一覺，做個美夢吧。夢裡啥都有。小三見我執意要收回他父母的房子，急得直接跪在我面前。我求求你，你也有孩子，我也有，我們各退一步，不要再鬧了。我冷笑一聲，把胳膊從他手裡抽走，對他跪在地上的威脅絲毫不在乎。我本來就沒跟你爭啊，我只是拿回屬於我的東西罷了。其實我本來是沒打算跟你要房子的，要不是你一次次的上門來鬧，甚至還撺掇自己弟弟來勾引我騙錢，見他也騙不到，又跑到網上掛我，給我扣上一個惡毒前妻的帽子，這是換誰也忍不了了。你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貪心吧。小三見我態度堅決，只能硬着頭皮熬到開庭。我想他肯定也清楚，自己幾乎沒什麼勝算。老公都走了，只要我不點頭，主動給他錢，他壓根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孩子就是我老公的。即使我女兒心軟，跟他一起做了親子鑑定，那也只能證明倆人是有姐弟關係而已。畢竟婆婆也早就不在了，家裡又沒有一個屬於小三重男輕女的精神支柱。老公的朋友這時候是一聲不敢吭，老公也沒有一個親兄弟姐妹，只有幾個常年不來往的堂兄弟。小三即使再怎麼一口咬定是我老公的，除了嘴裡說的，壓根兒沒人敢給他作證。我甚至可以咬定是小三出軌了老公的兄弟，給老公戴了綠帽。我想他找了這麼多律師後，肯定也清楚這些。他不過就是想賭一把，要是我軟弱一點，或者怕鬧大丟面子，跟我老公一樣，那他就可以在開庭前忽悠我撤訴，這樣他還是有機會騙到一些錢的，就跟他讓自己的弟弟借着談戀愛的名義騙我一樣。辦法雖然困難一些，但只要能要到錢，那對他來說就是賺的。他只是千算萬算，沒算到我是個硬骨頭。法院很快就判了下來，跟我早就預料到的一樣，他依舊不能證明孩子是我老公的私生子，而他父母住的房子被掛出去賣了，還我錢。他父母找到我家鬧着要錢，沒想到我先下手為強，直接給小三父母在的單位領導意見箱裡投遞了投訴信。跟女兒商量後，我們把原來的房子賣了，
小三在上門哭訴的時候，那房子早就換了一個壯漢，嚇得他再沒敢過去找麻煩。而他父母也因為自己教育孩子的問題，早早被辦了退休。網上到處都是他女兒是個撈女的事，老兩口估計也沒想到，靠着自己女兒享受了這麼久的悠閒生活，也終究會有被反噬到人人喊打的時候。小三也沒想到，這時候會被父母背刺。他父母將他之前的錢帶走，換了一個城市生活，而房子被拍賣後依舊不夠還我。他求我放過他，我轉頭就跟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小三背上了老賴的名頭，只要他不還錢，那他兒子這輩子也別想考公了。小三沒辦法，只能自己打工，慢慢還着錢，一邊還要照顧年幼的兒子。而我帶着女兒換了一個新的城市，開始過着新的日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